我之前很反感和长辈聊天啊，但是现在我越来越喜歡和这幫老頭去聊天了。当然，我說的這個老頭，他是那種單位退休裡邊的老人啊，這種老頭就屬於那種大家口裡的那種老人精啊，就這種級別啊。當然，一定要去找這種退休的老頭去聊啊，不然沒得聊啊，真的收穫非常大。就是真正的高手，就幾句話就可以讓你就是醍醐灌頂的感覺。就各種的什麼人情世故啊，各種的套路啊，什麼都懂，就没有他們不懂的啊。我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我樓下就有這樣幾個老頭，我也是最近才發現啊，他們就是幾個退休的老頭。然後呢，我有機會我就去找他們去聊聊天，有機會就找他們聊天，找他們學習學習，請教請教。你別不信，我跟你說啊，就是我跟他們能聊到什麼程度啊，他們跟我聊的啥啊，我都給大家去分享啊，就是你看看能不能從中學到東西就完事了啊。你听。你看哈，包括我在内，你像咱們就是很多人都感覺，是不是感覺我們自己很真誠、很誠實啊？然後呢，我們自己也很實在，對吧？對朋友呢是掏心掏肺，也挺夠意思的，是不是？但是呢，在這個人際關係裡頭啊，你會發現就是吃虧的經常是自己，對吧？然後呢，你就會有想不明白的地方，就心裡啊就想不明白啊，什麼地方呢？因為你會發現，你對這個人也挺好的。為什麼這個人他要反過來這樣去對你呢？對不對？又不是仇人，是不是有的時候啊，甚至就是懷疑自己，對吧？是不是我的眼光有問題啊？是不是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有偏差啊？或者說啊，是不是就是懷疑自己社交的能力啊？其實都不是。我樓下那個老頭是這樣跟我說的，他說：“你記住，小伙子，不是你自己的眼光問題，是你對人性理解有問題。就是你吃過的那些虧，它不是因為你在這個社會上遇到了壞人。”也不是因為你在這個社會上混得不行，是因為你不懂人。咱就這麼說，就這兩句話，真的啊，就一般人他說不出來這兩句話，一般人也理解不了说的這兩句話。講實在的，是不是？然後呢，我就為了讓這個老頭繼續往下說哈，我就捧着嘛，他們之前對不對？上班的時候也喜歡捧着，我就捧着，我說：“哎，大爺，你这下棋的功力没有幾十年，可看不出這一步來是個必殺呀！這功力真的是好啊，這步棋走得非常的漂亮啊！”我就這樣說，佩服啊，就是走一步看五步啊，這個沒法比，佩服佩服。然後那老頭就笑眯眯的啊，就繼續跟我講：“小伙兒，我教你我這一輩子啊，就是學到的這個人際關係，你只要把我說的話記住。”啊，你這一輩子呢，就是在人際關係上面，起碼我不敢保證你不吃虧，但是你絕对吃不了大虧啊。然後呢，他說，就是你要記住，小伙，永遠不要去考驗人性。就是当然他說的這個考驗人性啊，不是咱們理解的那個，就比方說，哎，我拿一個利益我給你啊，或者說我去拿個利益去試探一下別人，不是這樣啊，或者說考驗一下別人，不是這樣的，是你不要把你自己就是特別重要的事情托付給別人去做。哎，就這個意思，或者說不要把自己的軟肋輕易的去暴露給其他人、別人，甚至任何人都不行啊。這樣的話，你就很容易就是，如果說你真的去這樣幹了，那麼你很容易吃虧的，你避免不了。很多人啊，包括各位啊，你們應該也都是一樣，很多人都吃過這樣的虧，吃過大虧。那麼主要問題出現在哪兒了？哎，這個是關鍵。那個老頭跟我說哈，不是那個人不好，你記住哈，不是那個人不好，是你不應該把他放到那個位置上去考驗他。哎，有含義吧？有深刻的含義吧？我給大家去講解一下哈。什麼意思？就是說，這個世界上大家本質上都是好人，就是你不考驗人性的時候，大家都是好人。當然，你去考驗人性的時候，那什麼妖魔鬼怪都蹦出来了，什麼都有。他說他年輕的時候啊，就單位裡面有2個新的實習生，同時分發到他們單位裡面來工作來實習。就2個同事關係剛來啊，2個新人關係非常好，家裡有事互相幫忙啊，上班有工作就是也互相幫忙，天天就一起吃飯啊，就上下班就这種關係。後來呢，就是他單位裡面好像有一個就是所謂的提拔的機會嘛，但是呢名額只有1個，這2個人呢條件、外貌、家庭、長相都符合，全部都符合啊，2個人的資質都符合，但是資質不夠啊，只有1個名額，怎麼辦呢？最後怎麼地啊？其中1個人跑到領導那兒，就是從頭到尾把另一個人說了一遍啊，對吧？他告狀的這個領導，這個老頭呢，就是我樓下這個老頭啊，然後他說的全是壞話呀，他跟我講，就沒有一個好聽的字兒。那老頭就問我，小伙子，你看這個事兒啊，這個人做的這個事兒，你怎麼看呢？說說你的想法。哎，我就說，那這人也太不地道了，這人真的不講究，太壞了。我相信你們啊，各位啊，朋友們，你們應該也都是這樣想的，大部分應該是這樣想吧，对吧？人家那個老头大爷呢就跟我說，
小伙兒，你這麼想就完全錯了，大錯特錯。不是這個人不地道，也不是這個人不行，也不是這個人不講究，是因為那個位置太考驗人了。你把一个人放到利益跟友情只能选一个位置上，选一个的这种位置上，那麼10个人里邊有9個人他都會選擇這個利益，對吧？這個不是人品的問題，也不是人的問題，這就是人性的問題。對吧？你仔細想一想，確實是這麼個道理，就是人性的問題。所以說，真正聰明的人，他是從來不去考驗人性的，能利用規則解決的事就去利用規則，不要去相信誰，也不要去相信你身邊的任何人，對吧？當然啊，我不是說的那麼絕對，就是他說你可以去相信一個人，但是呢，你不應該把他放在就是和利益之間做選擇的那個位置上面，就這個位置它是不對的啊。再就是啊，你要學會利用利益去理解所有人的一個行為習慣和所有人做的一個行為。這句話怎麼理解呢？什麼意思啊？其實也很簡單，聽着很繞，但是非常好理解啊。我給大家解釋一下，就是比方說你平時你去觀察一個人的時候，我看到一個人，我去觀察他，看一個人的時候，你別看他在幹什麼，你也別看他幹什麼，你看什麼？你看他的動機是什麼？什麼叫動機？人性說到底其實就4個字，各位，很簡單，對吧？趨利避害嘛。人都是這樣的，是不是？那網上其實有很多，就是互聯網上有很多人說什麼呢？就是咱們所有人在做成年之後，在做一件事的時候做這件事的時候，咱們所有人做事的時候，要不然就得讓自己得到什麼想要的東西，對吧？那麼要不然呢，就是咱們在躲避什麼東西，反正不能讓自己白幹，對不對？那如果說你能把這個事想明白，那麼你之前想不通的那些事幾乎全都能夠想通了，各位能理解吧？然後呢，這個大爺咱繼續說啊，這個大爺就繼續問我說，你有沒有遇到過之前在生活或者工作當中有沒有遇到過這樣一種人，就是平時呢對待你非常的熱情好客，沒事呢就找你吃飯聊天打遊戲上網打台球，對吧？ KTV 就天天找你去玩開着車天天去玩，感覺呢就是你兩個關係就是特別好特別好，就沒有比你倆關係更好的人了，就是不是啊？就如果說真的有一天你有事去找他去幫忙的時候，那麼他很有可能去找各種理由去推脫掉之前他對你的那個熱情。我不知道各位你們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人哈？當然他推脫掉他不是因為沒有把你當成這個朋友了，只是因為他需要你，可能需要你幫忙，可能需要你陪他玩，可能需要你陪他娛樂，可能需要你陪他上下班，陪他吃飯，給他解悶兒，僅此而已。或者說他在你身上看到一個什麼可值得被他利用的一個事情，可值得被他利用的一個資源，可被他值得利用的一個人，對不對？但是呢，等你需要他幫忙的時候，對吧？對他沒有好處，甚至呢，就是他幫你的時候不但沒有好撈不到好處，還得替你就是付出那麼一點的代價和成本，哪怕是那麼一丟丟一丁點兒也是代價和成本。所以說你不要看他怎麼去對你就再說，就是你看一個人，你不要看他怎麼去對你，你要看他為什麼這樣去對你。你要想明白，就是他圖你什麼，他看上你的什麼，你有什麼可被利用的價值在他手裡，對吧？你就知道你這個關係到底能夠走多遠，對吧？大家可以認真仔細考慮考慮哈。然後這個大爺又說呢，就是還有一種人，就是非常常見的就是一見面就開始給你訴苦說我自己多麼不容易生活過得多難，家庭過得怎麼樣，就是為了讓你覺得他可憐，然後可憐他，然後呢你就會忍不住的我去幫幫他吧，心一軟。其實大部分的人心都是好人，社會還是好人多，心一軟呢就幫了，對吧？咱們在生活當中就遇到過很多這種情況的人，對吧？那很難不去幫的，是不是？因為不幫過不去自己的良心嘛，說實話大家都很善良，但是呢這種人就是他就是想要的這種效果，能明白？就說白了，他不一定是真的，他有可能是裝的，但是呢他知道你會因為說這個事你會變得心軟，所以說他只要在你面前裝可憐，那麼你就一定會幫他。但是呢他不僅你幫完了之後，他不僅不會感激你，有可能在背後還會罵你是一個傻子，說了兩句就幫我幹這幹那的。所以說你記住就是別人對你做的每一件事的背後其實都是有動機的，不可能是沒有動機的。就是你別看他那個表面的那個行為，對吧？你就是問問自己一句話，問自己就行了他圖什麼，對吧？他害怕什麼？
他怕什么？你就把这2个问题想明白了，你就绝对不会再轻易的就是被别人给拿捏住了啊！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所有的情感，所有的关系都没有想象的那么，就是大家想象那么牢固，其實都是一盘散沙，對吧？在利益面前，所有的感情都得打一個折，50%的折扣吧。最起碼就如果說你把這個折扣給算進去了，那麼你比方說你平時的時候呢，你去幹一些事情啊，交一些人啊，交一些朋友，那麼你就不會太失望啊，起碼不會太失望，因為你自己心裡有個度啊，有個坎兒，所以不會失望。但如果說你把這個關係想太滿了，沒有把這個情感給它打折，那麼很容易受傷，受傷的就是你自己，你非常容易受傷。然後這個大爺，我感覺講到這兒的時候啊，這個大爺就講嗨了，我也沒有捧他，讓他繼續和我說。他說真正厲害的人，小伙你知道是什麼？真正厲害的人是順應人性。你看很多人啊，就是看透人性以後憤世嫉俗，感覺人性的險惡，誰都不靠譜，對吧？其實這樣也不行啊。他說其實這樣是也不行的，就是人太於極端了，太過於極端也不好的，會反噬自己了，而且就是這些負面影響會嚴重影響到自己的生活的，這樣也是不對的。人性固然自私，人性也確實自私，但是你可以利用這個自私，利用好了那就不叫自私了。人性確實都是趨利避害的，但是你可以讓別人覺得你對他有利啊，不管是對他有利是真的也好，或者說是假的也好，起碼你得讓他感覺到你對他有利。只要讓對方讓他這麼認為，就是對你有利，那麼你想讓別人幫你辦事的時候，你比如說啊，就是你想讓別人幫你去辦某一個事，你辦不成，那麼別人為什麼想要幫你辦這件事呢？你就讓別人就是想幫你辦事，你不要跟他去談這種感情啊，不要跟他扯東扯西，你就讓他感覺到你這個人是有用的。哎，我可以被你利用，對吧？我對你有好處的。你要讓別人就是相信你，所以說你就不需要跟他講太多了，只要你覺得讓他覺得哈，你們兩個人的利益可以捆綁在一起了就可以了。說白了就是你們就是拴在一根繩上的兩個螞蚱，哎，這樣呢他就會反而更加相信你，不需要你多說話。再舉個例子哈，比如說你現在各位你在公司裡上班也好，你在企業裡打工也好，不管你幹啥也好，你想比方說大家都有一個心，就是讓領導重用你，讓自己升職，對吧？如果說你天天跟他套近乎，拿這個送這個，說好話，這樣不但沒有用，很顯然還會起到副作用。但是呢，你只需要幫他解決掉他自己的問題，你能夠讓他看到你自己的業績和能力，他自然就會提拔你，自然就會給你機會。真的不是因為他有多麼喜歡你，不是因為領導有多麼喜歡你，是因為你對他有用。哎，就是再比如說哈，就各位哈，你們比方說處對象的時候，對吧？這個好理解。你處對象的時候，你天天噓寒問暖，送這個送那個，對不對啊？到最後把自己感動的痛哭流涕呀，結果呢？感動的是誰？感動的是你自己啊！女朋友跑了都不知道，對吧？其實你只需要看清楚對方真的需要什麼，然後呢，你就讓他覺得你能給他這些東西，那麼他自然就和你在一起了，對不對？那人性這個東西呢，就是你順着他的時候，那麼他就會變成你的工具，那麼如果你逆着他的時候呢，他就是你的敵人，非常可怕一個敵人啊。然後大家就最後跟我說啊，這個老頭最後跟我說，小伙子，其實人性沒有好壞這麼一說，只有真實。如果說你能夠接受這個真實，那麼你就不再會對你的生活去抱有失望的感覺。如果你學會利用了這個真實，那麼你就把事兒能夠辦得非常的漂亮，也能夠把非常複雜的事兒變得非常的簡單，能夠辦完。但是有一點我得說，就是你得記清楚，就是你可以看透人性，你可以利用人性，但是就是你不能做人沒有底線。就是你要相信啊，你怎麼對待別人，那麼別人遲早會怎麼對你的，對吧？如果你天天想的是我利用人性，我非常聰明，我去算計他，算計來算計去，算計別人，對不對？那如果這樣的話，早晚有一天你會被別人算計回來的。看透人性的目的是為了讓你保護自己，處理自己的人際關係，而不是讓你去害別人，對吧？這個度首先小伙子你得自己把握好了，這是這個老頭跟我講的啊。反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學到東西啊，反正我給大家去分享啊，反正這個度自己把握好就可以了。好，今天我也不講了，講多了怕你們都學會，好吧？陌生人，祝你越來越好。